嘿，大家好，我是烂手人设计师 Jimmy。今天跟你们聊一支，就是真的是，被观众给推荐来讨论的一只手表。那今天我尝试了一下新的开箱方式来做拍摄，所以老实讲，这个我不知道这样子剪出来的效果大家会觉得怎么样。如果大家有些想法的话，可以在留言区帮我做一个反馈，这是没有问题的。那为了让整个的剪片能够更顺利，所以我决定就是先把开箱先做了一个剪辑的动作，然后接着再用播放在屏幕上面的方式来边讲解我在开箱的时候在做什么。因为我考虑到收音品质的问题，所以我希望声音可以用后配的方式，那后配的方式也更可以获得更好的品质。因为实际上在现场，如果同时要去收录开箱的声音 ASMR， 又要再去收入我的人声的话，其实对整个收音会两边都得不到一个很好的效率，所以我选择尝试这一个，我设计了一个新的方法，那我们就来试试看吧。OK， 首先就是我这次是从这个 Momo 直接去订的。那因为这只手表是观众推荐说它大概是5000块 CP 值以来最高的一只手表。那我也上网稍微去看了一下规格，确实，我觉得真的还不错。不管是从设计，从我们官方的图片，因为这只手表去 review 去讨论的人其实并不是到那么的多。所以其实我一开始在思考这个专案要怎么去写文案的时候，其实我想了非常久，因为我毕竟没有很多的这个参考依据可以做我的理论基础，那我就只好以我就是传统对于手表的一些见解分解的方式来做讨论。那我们拿到了泡泡纸之后呢，就是可以看到有一个经销商的一个小本子，跟很传统的这个 Seiko 最一般的这一种纸盒。那这个里面除了经销商的这个广告纸以外，还要附一个没有写上日期的一个保固卡。不过 anyway， 因为其实 Seiko 的这个保固石英机芯基本上不太会有保固的问题了，所以就无所谓了。OK， 那我们就继续往下开吧。这边我搞不太清楚哪边是正面，哪边是反面，因为它两边都长得一样。OK， 那打开之后呢，我们就看到就是它有附一些就是退货的条件啊，什么你拆了我们的封膜，这个封膜只要一旦破坏之后啊，就失去退货的这个资格。那这些东西就是网络购物大家都应该要注意的事情了。那他们的保护也都做得还蛮好的。那同样的就是，只要是原厂附的这些配件啊，这些 name card 这些名称型号的卡片，我是都会留着。大家这边看我用这个美工刀可能比较这个危险一点，但实际上本人用美工刀是蛮专业的，所以大家其实不太需要担心。OK，anyway， 我们先看到这一只表，其实整只表一乍看之下就是一只反熊猫的计时码表。那撕掉这个胶膜。那可以看到表扣也是用这种压铸式的。那他们在这个表头的部分特别上了一个这种收缩膜。那这种收缩膜通常都是最难撕的，所以在一阵挣扎之后，我决定还是请出我这个德国 Alpha 的这个美工刀出来下个一刀，做一个破口，这样子我们就很好把它拿掉了。我们就可以实际来感受我们这一只表的一个质感。当然，这就是拆表的过程。这一次也是第一次尝试，所以大家可以看看这样的感觉，大家是否喜欢咯。OK， 那老实要说，讲回来就是说，这一只表其实是观众推荐我去尝试的。我当下是抱着就是试试看，反正它没有很贵的心情。但是当我真的拿出来之后，我是整个傻眼的。你们知道那种感觉吗？就是明明只是一只很普通的电池石英表，但是它拿起来的分量感却让你怀疑，这是不是自动机芯？它整个的
手表，不管是表带的打磨细致，那看似无板带，实际上是3板带，它的中间 center link 做成3节式的抛光，它的整个折光的层次就像竹节一样那样子一段一段的闪亮。我觉得它的细节真的可以看得出 Seiko 的确有它老谋深算的一点功力在，而且表壳的整个拉丝的质感是非常好的。除了这个外圈的这个边角45度做了抛光的收边之外，案把跟龙头也依然都是用这个抛光亮面，让整体的层次我觉得光影感是真的还蛮好的。上手配重出乎我意料，我觉得也非常的好，没有头重脚轻。我的感觉就是一句话：稳、扎实、有诚意。然后因为这一支我选的是 Reversal 的这个 Reverse Panda 黑底白眼，所以视觉的整个张力我觉得是真的是蛮帅的。OK， 那首先就是要讲到的就是这一支表还有一个很棒的重点，就是它的秒针一抹红色，所以你每一次启动按把计时的时候，红针扫过表盘的那个瞬间，你真的会觉得这就是那种赛车的老灵魂的热血感。所以今天我想好好聊聊这一支5000块钱的假机械表到底哪里这么的迷人，为什么我可以一听到观众的这个提供的资讯之后，马上就下定过来分享给大家，让收藏的玩家甚至像我这样子的老表迷都开始愿意重新去看一看 Seiko 的 Mecha Quartz 的这一种混血儿。OK， 那在老规矩一样，在开始之前记得帮吉米按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让吉米继续用烂手人来跟你们分享烂手人怎么花钱，怎么把这些设计分享给你们听，用嘴巴带你们穿越制表的世界。Cheers。OK， 那我们就先回到这个时间的背景。Seiko SSB 429 P1 是这一只表的这个产品代号。那这只表的设计精神呢，其实是源自于这个 Seiko 在1970年代的赛车灵魂。那这个很明显，那一个时代的日本经济非常的强悍，非常的剽悍，甚至让美国都有了压力。不管是在电器、汽车各种的流行文化的盛行。Seiko 也在这个时代推出了第一批自动计时表，那就是最有名的6139的 Speed Timer。那是一个让日本人第一次可以用 Made in Japan 制造出的精准可靠能跑赛道的一个开始。到了2010年代之后 ，Seiko 想把那一种热血重新复刻给年轻人，所以推出了这一个系列 8T63 机芯的这个计时腕表。它不是要比拼高阶的机械，而是用设计感跟体验去打动消费者、使用者。那 8T63 这颗机芯的定位其实非常聪明、非常简单，它是一颗叫做 Mecha Quartz， 那意思就是平时走时的时候是靠10音的震荡器来做控制，所以非常精准省电。但是计时的那一段是透过机械模组运作，所以当你按下按把，你的秒针它不会是一格一格的跳，而是滑动式的扫描，跟机械表一样的滑顺，同时就有点模仿导柱轮垂直离合的这一种按把设计，非常的清脆的一个啪的声音。所以当你在按下暂停，然后按重新开始计时之后呢，它整个的秒针就会回归到12点钟。我觉得整个的这个感受是让我觉得这根本就是一只机械表。当然，对于 Seiko 来讲，它不光是一个所谓我们讲技术的一个混合，它更是文化的这种hybrid。那这也是为什么这个系列在欧洲跟东南亚，我去看了一下 Reddit 是还蛮红的。大家开始发现 Mecha Quartz 并不是妥协，而是一种自由。那再来我们讲一下它的设计。这一次我入手的是反熊猫的版本。说真的，以前我比较偏爱的是白底黑眼的熊猫盘，因为面盘干净，然后2个很吸睛的这个黑色的眼睛。但是这一次我特别想说，以往我都是买这个熊猫盘，那这次我买了一个反熊猫看看，没想到我拿到之后我非常的惊讶，整个黑底让整个表看起来更沉稳，白色的子盘则是让资讯看起来更清楚。那 Seiko 的颜色在平衡视觉上面，我觉得拿捏得很厉害。它的底不是全黑，而是有一点点像是这个哑光黑，像是炭黑一样。然后外圈的这个60秒的这个
60尺的这个刻度，它又用了白色的这个白底，再加上黑色的这个打点，所以我觉得它整个的盘面其实算是活泼度还蛮高的。那这种高反差但是不刺眼的配色手法，我觉得就蛮符合我对于设计的一种美感的体悟啊。主时针跟分针都是用这种渐行的指针，那中间有一条折线，所以它在这个光线射到你的这个表面上面的时候，你会看到这个表针是有2道阴影，会让你整个的立体感非常非常的爆炸。我觉得在不同的角度去看它的时候，会觉得很像针在动，就像设计师在玩光的这种建筑感。玩光的游戏一样，那秒针末端的那一点点红，我觉得是整只表的这个灵魂点睛，有点像赛车仪表板那一根红针，一启动热血就上升。我特别喜欢那个红色在黑白之间的那种闪动的画面，很有速度感。面盘上的条形时标也是这个抛光金属制成，整个的边缘非常的光滑，感觉非常的锐利。那你近看的时候会发现时标上方有微微的阴影，这代表它的立体加工深度非常的足够，再加上 Seiko 的 logo 以及精致的这个字体，整体的结构其实不输一些万元级的这个瑞士制的手表。还有一点我要特别讲的是外圈的 tachymeter 的刻度，一般便宜的表这个部分会糊成一团，但是 Seiko 它整个的印刷还是非常的清晰，不光是字体的精细，还带有微微的立体感。那这种视觉物理感的存在呢，我觉得是设计师我们很容易会去注意的一些细节。所以整体来说，这一支 SSB 429的 P1 呢，就是在5000预算里面，5000块钱的预算里面哦，我觉得 Seiko 他们家同时具备经典赛车工艺比例以及光影设计3件事情为一的一支很不错的表。OK， 那再来我要讲的是 8T63 这一颗机芯，其实在表圈里面，它被称作就是 Seiko 就是蛮被低估的一颗机芯，因为它是10音的心脏，但它没有机械的灵魂。它的核心运作原理就是10音振荡器控制走时，那保持你每个月的误差在正负15秒。那计时模组是由一组这个微型的齿轮跟离合器控制，所以当你按下上方的这个启动键时，它的微型电磁线圈驱动离合机构启动，那中央秒针就会开始滑动。那再按下下方的归零的时候，离合器会瞬间脱离，那内部的弹簧就啪会把它打回到12点钟的位置。所以整个的过程其实跟机械的计时码表非常非常的相似。我觉得更厉害的事情就是它的结构非常的简单，而且耐震。这个机芯几乎就是不用保养，电池一次用可以用3年，但是实际上很多人戴超过3年半到4年都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我觉得这就是 Seiko 在量产设计上非常让人觉得惊艳，又让人觉得很恐怖的地方。它可以把工程这件事情做到极致的稳定。我在 Reddit 找到一篇，就是说他拆开了这个 8T63 的机芯，他发现里面的这个模组呢是非常的工整，它不像一般廉价的10音机芯里面有一大堆的塑胶件，它仍然保留了这个金属夹板跟机械结构，让整个按把的手感非常的扎实，段落也很清晰，没有软趴趴的感觉。那按下去，当我从这个手把按下去那个 cat 的声音开始的时候，也是非常的清脆。我觉得这个手表对我们这种设计师来说，这种结构诚实就是一个非常大的浪漫。它不会假装自己是自动机械表，也不矫情，它就是一个工程师的一个细心的一个杰作。那再来我们讲到就是价钱的方面，这只表在官方的定价大概是在6000多块钱，我记得差不多是6000还7000块吧。Anyway， 反正我最后在 Momo 买到的价格是4900多块钱，我们就算它是5000块钱，反正没有很贵，所以我也没有想说我要专门跑去万年或去哪边的表店去找这只表。那反正网络上有，我就直接下标。那说白了，这种就是比较平价的手表，那它对标的当然就是 Casio 的这种 Edifice 系列。但说真的 ，SSB 429 P1 的手感，我觉得远远超过这个区间。我必须要说，它跟这个 Edifice 之前我们试的这个 EFB 730D 有非常异曲同工之妙，就是在相同的价位区间之内，都提供给了用户非常好的打磨、表带以及整体视觉的一个感受。那我觉得
他们同时都在重量这个部分控制得很好，戴在手上也不会压手，而且都非常适合玩表带。那只是上一次它更像是酒桶型的表身，那这一次更偏向于传统圆形的手表，所以我觉得整个连接的这个链接的这种密合度啊，以及我们去触摸它的这一些 clasp， 其实怎么样去感觉？我说真的，我真的不觉得它只有4000多块钱。那我听这个观众跟我讲说，在这个集聚里面，这只表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厉害。那原本我是略有这个疑虑，因为我向来对 Seiko 的低阶入门表，我觉得宁可不要冒这个风险，也不要去轻易去尝试它。但是我真的拿到之后，我真的觉得入门的价格，高阶的质感，这句话真的是没有错。市场上同级竞争对手其实不少啦 ，Citizen 的 AN 系列啊，或者是 Boulevard 的这个 Marine Star 系列啊，多不胜数。但是 Seiko 这一支在光影的控制上，我觉得真的是做得非常非常的细致。那虽然说唯一的小遗憾啦，就是说它没有办法用到蓝宝石镜面，用的是 Harlex 的强化玻璃，但是它的清晰度其实还是很不错。那抗刮性确实是比蓝宝石弱，可是说真的，你如果真的什么都要用抗刮性去做比拟的话，我发现我的手表70-80只基本上没有一只的镜面是有刮痕的，因为我戴表都还蛮爱护它们的，我不会就是回家丢桌上喝醉酒戴手表，我基本上如果就连出去喝酒我都是不戴手表的。 OK， 所以我觉得在整个表带的表现上呢，它比 730D 又更好，细节又更多，然后表扣也做得更完整，那整个表带的撇幅度跟它表头的配重感，我觉得是更好的。所以我觉得比起 730D， 如果把蓝宝石镜面拿掉，换取这个更舒适的表链带，我觉得这个点是我可以接受的部分。那我买完这只之后，我有再回去网络上面看，我就看它已经缺货了。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个表本来台湾货就很少，还是怎么样。总之我买来，我觉得这只表是还蛮适合三个族群。第一种族群是刚入坑的新玩家，我觉得如果你们没有买过计时码表，也不知道自己到底喜不喜欢机械表，或者是这种复杂面盘的这种设计，其实这只 SSB 的429 P1， 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安全试水温的一只表。你能够体验机械的操作感，但是你也不用去烦恼日后的保养。而且 Seiko 这个100年的品牌的保证，基本上就算坏了，台湾也非常多窗口都可以去帮你做维修。那第二个就是，我觉得你假如说是对于比例啊、打磨啊会有感觉的人，我觉得也是会喜欢它。这只表的细节，我真的只能说，真的是对于我这种有视觉洁癖的人来讲，我其实挑不太出来我要批评它的地方。它没有很华丽，可是它好像就是那一种干净利落，很有逻辑，层次非常清楚，而且重点它层次很丰富哦，那一种漂亮，懂我意思吗？那第三种我觉得就是表痴吧，不是白痴，就是白痴的那个痴，但是就是表痴，我不知道怎么讲。表痴，对，反正就是表痴，不是骂人就对了。OK， 就是我觉得就是已经玩过太多手表了，也有点像我爸他就最近就很喜欢跟我讲说，他很喜欢那个石英表、电子表，他说都不用去上链调时间，因为每次调时间很麻烦，所以他很喜欢拿我的这些电子表，我会拿我的那个石英表给他去戴。那我觉得这一支 Mecha Quartz 的 Chronograph， 我觉得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很轻松的手表，随手戴，走得准，拿起来就能用，而且那个手感还是让你觉得它有在操控机械感。机械的那个计时码表的这种感觉，我觉得这就是这只表的魅力。它让懂表的人不会觉得它过于简单、简化、简陋，也会让新手不会因为这个价格而被吓跑。然后，而且它的设计就是它最成功的一个替代，就是设计、价格、简单。我觉得这3点抓到了，这只表整个的产品的实力是非常坚强的。OK， 所以这一次我重新体验第一次体验 Seiko 的这种平价的作品，这支 SSB 429 P1， 我觉得它没有靠什么浮夸的 logo， 也没有什么噱头，也没有广告。我从来没有在广告上看过这支表，直到观众跟我讲，我才真的去买来试试看。结果没想到
非常让人的惊讶。整个扎实的结构设计的细节，在5000块台币的世界里面，我觉得能做到这样的事情是非常有尊严的一件事情。那更重要的事情就是老调，我们这个 cliché 一下就是时间的价值从来就不是我们花多少钱，而是你们愿意怎么样去看待它。每次我看那一根红色的秒针划过这个 tachymeter 的这个60刻度的时候，我都觉得想起当年第一次爸爸送给我第一只机械表的那一种兴奋，就是那一种时间在你的手腕上陪着你流过的那种感觉。不知道大家懂不懂我的意思？所以不论手表贵或便宜，它都留不住时间。我们每个当下其实都在创造属于我们自己的历史跟你的历史。吉米希望大家玩表玩得开心，玩得健康。代表当然就不是为了只看时间，而是提醒我们自己要珍惜时间。我是烂熟人设计师吉米。如果你们喜欢这一支影片，记得帮我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如果有什么想法，欢迎你们留言。我们下支影片再见 ，Peace。